这萧子建现在是越来越不避讳了。哎呀，何老四，这都10年了啊！我还以为乔婉冕是你的女人。乔姑娘，她只属于她自己。萧某有幸与诸位一起见证少师剑重现天日。快看，还真是少师剑呢！李相夷就是用他自创的相夷太剑一战惊绝江湖。听说为了博乔姑娘一笑，在剑柄上系了丈许红绸，在扬州江山下屋顶练了一套醉如狂36剑，引得万人空巷。不多的时间，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。问过自己千遍万遍，最不舍得是那一个瞬间。就在江湖之上，万里风光，谁不曾流浪？谁不是守着聚散的缘，隔天涯上月亮？就在江湖之上，少年轻狂，千杯不醉如愁肠。人间一趟，如梦一场，江湖相望。据说争相围观者不知多少，只为目睹那红绸一剑。今日，你们俩也算长了见识了。也只是少时心性，做事情太夸张了而已。是啊，竟这般招摇。哎，你们俩什么态度啊？这可是你们俩无法觊觎的高度，我看你们纯属妒忌。诸位若想尽兴，可上台来比试一番，一炷香内。只要没有落身台下，谁最后一个摘得绸花，便可亲自仪式少师剑。必须是我！还真是挺热闹的。门主自来不喜寂寞，这回应该挺高兴的吧？这认识你这么久了。你背的这把刀叫什么呢？刀，刀，没有名字。刀就是刀，要什么名字？取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名字，最后还是落入他人之手。你说了算。还不拿回你的剑？谁的？这李相夷都已经死了10年了。输给我这么放不下？李莲花，你怎么上来了？还有连着面具。相近，落花有主。李莲花，你踩了什么狗屎运啊？狗你个头啊！这位朋友并非是四顾门的故友，未曾见过，敢问尊姓大名啊？哦，在下姓李。李什么？
那李莲花。哦，原来是李神医啊！久闻大名。那今日试少时剑的机会就落在你的身上了。可是在下这不太会使剑啊。守着，守着，这就打来了！哎，各位，是萧大侠说的，相敬摘的花便可，怎么不算呢？各位可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，别不服输啊，是吧？方公子说的在理，李神医与相医同姓，也算缘分。李神医，试剑吧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啊！你竟敢毁少师！啊，各位，有话好说，这当中肯定有误会。嘿嘿，这剑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个剑是假的呀！假的？真的在哪儿？这怎么肯定不是对的？你为什么说是假的？这个剑啊，仿的真像，连剑柄上的雕纹它都完美无缺。可我听闻李相医15岁就得此剑，剑不离手5年，但是这个剑柄上却没有丝毫的磨损，实在是太奇怪了，一点磨损都没有。来，看看。当年相医与无忧剑客一战，最后为保全无忧的性命，他反手用剑柄抵住了无忧的杀招，这把剑却毫无损伤，确实是假的。这不是我寻回的少师，吉恩主，剑被调包了。假的吧？你们看，3日前，乔女侠和萧大侠带着少师剑，将少师剑存放此处，剑室管理严格。这几日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此地。今日赏剑大会开始前，是我和石水将剑取出来，应该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可以将此剑调包。你们看，这里好像有问题。好家伙，这儿怎么有个地道啊？到底是谁什么时候挖的？这地道也不知道通向哪儿，要不要下去看看？阿棉，地洞空气定不好，别激起你的喘声，你在上面等着吧。不，少师是我千辛万苦寻回来的，让我干等着，我怎能安息？走吧。这洞少说有半个月了，可少师剑3天前才被送到了百蛇院的剑士密库当中，难道有人未卜先知了？
半个月前，那时我已写信给举院主，议定了将少师剑存放在剑室密库的事。能接触到我们来往信函的人并不多，看来我们得从身边人查起了。这地道够长的，这处有明显分界。我们刚走过来这段才是新挖的，往这边就有些时候了，起码有10年了。所以有人就着老地道挖了一条通往剑室的路。10年前，百川院是四顾门的分院，我们常住于此，还有这么长一条地道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地道，阿明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李莲花，快来看！哎，借过一下。死了，是被当兄迷剑所杀，有2个时辰了。阿柔，阿柔，这是我的婢女阿柔，难怪我从今日起来就找不到她。他可知道少师存放剑室密库的事？他一直跟在我身边，和举院主的信件往来，都是他传递寄送。伤口薄而利，这宽度，像是少师留下来的。这处有2种鞋印，鞋印并不凌乱，2人并没有发生争斗，他们相对而立。阿柔猝不及防被杀害，应该是阿柔与人合谋调包盗走了少师剑，却被合谋者灭口。这脚印大小，一看就是个男的。你猜的没有错。这么一看呢，应该是藏在普渡寺。这说了也巧了，普渡寺的和尚呢，都穿这种自制的小草鞋，外面可没有。半个月前呢，普渡寺来了一个新的厨子。半个月前？这也太巧了。是啊，太巧了。这墙壁上有一丝裂痕，似与外界相通。老衲经人提醒探查时，那竟人已不知了去向。没想到他竟是这般穷凶极恶之徒。百川院和普渡寺合力，定能找到那贼人。但愿如此。阿弥陀佛。乔姑娘，你可认得上面字迹？是阿柔的字。郎痴迷于此剑，自愧于我家小姐，亦不愿郎心有遗憾，愿为郎取来一个，再将剑归还，不令人发现。看来这个阿如姑娘是被情爱所骗，原本只想着换了剑，给这痴迷少师的情郎巧一巧，却没想到这情郎别有心思，杀人夺剑。是啊，阿柔糊涂，白白葬送了性命。好，那还要劳烦萧大侠和方施主，带我2位弟子再下地道，将那位女施主尸首带上来。没问题。乔施主，不如先到老衲禅房稍坐，喝茶等候片刻。李施主一起吧。2位请吧。原来方丈与李先生早相识。是啊，相识早晚都没关系，
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？只怕重见之时，故人对面不相识。方丈何意？难道李先生，我们以前见过？哦，那自是不曾。无料方丈呢，他讲经讲习惯了，爱谈参透人世的了悟之言。只是我个人呢，不太相信什么恒定的法则，那都是个人的选择罢了。正所谓因缘际会，顺应天成。前日因，今时果，躲不开的何不面对呀？李施主应该有许多话要对乔女侠说才是，干嘛只对着老衲唠叨啊？老衲管不了闲事，讲经堂讲经去了，你们聊。李先生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我少时呢，曾在这个普渡寺住过一阵子，结识了一位小沙弥，他叫做慧元。后来才知，他加入了金渊盟，叫做失魂。失魂，这名字我听过的，我定帮先生查清楚。那就有劳乔姑娘了。啊，那我去添点水。乔姑娘，乔姑娘，乔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他们该出来了，我去看看李先生所闻之事，我查到就告知先生。什么时候开始对女人束手束脚了？为什么不告诉他你是谁？还是觉得现在的自己比不上以前的李相夷？狄盟主啊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管别人的闲事了呀？哼，我就是觉得你这副为爱自苦的样子挺新鲜的，别剪不断理还乱，牵扯我们要做的事。狄盟主啊，别人的人和事早都与我无关，得到失魂的消息，我们立刻就走。哎，李莲花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萧大侠和乔姑娘回百川院了，事儿都办妥了。不过乔女侠说窗外看见个人影，于是便追了出去。等我们追出去的时候，乔女侠和人影都没了，大家正四处找人呢。行，那我们分头找。哎，李莲花，哎，这个李莲花还真是紧张乔女侠，只可惜怕是要落空了。诗水姑娘，杨云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鬼鬼祟祟的。诗水姑娘别误会，在下原本是想来参加赏剑大会的，谁知路上有事耽搁了。等赶来时，便听说少师剑丢了。所以监察司是过来看笑话的吗？不，在下绝无此意。现在是剑丢了的问题吗？现在是连人都丢了。哎，诗水姑娘，诗水姑娘。